哇，这份最新的法说会数据绝对是半导体周期史上最值得拆解的防御战范本啊！当市场还在紧盯着传统 DRAM 报价在那边上上下下的时候，南亚科已经在财报上交出了一份完全不讲武德的超黄成绩单。没错，而且仔细看，他们手里捏着的可不只是单纯的产能哦，这是一整套从晶圆级封装到极致微缩制成的实体护城河。这作用硒晶圆跟巨额现金叠出来的超级堡垒，里面的技术细节真的是多到让人头皮发麻。大家还记得吗？今年4月我们才刚介绍过，南亚科靠着大咖私募跟67.9%的毛利率上演大逆袭。没想到啊，7月这场最新法说会更疯狂，单季毛利率直接给你飙上79.5%的史诗级巅峰，上半年累计 EPS 更是来到23.38元。所以啦，这份专题我们就要带大家好好拆解一下，这家手握高达1984亿元净现金的南亚科，到底是如何靠着 SD 制程、先进封装，还有跟欧美日巨头的合作，硬是组起了一个地缘政治下的国际民间防空洞。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章，先来看看他们的集团事业版图与亚太市场依赖度。要看懂南亚科的底气啊，你绝对不能只把它当成一家单打独斗的记忆体厂来看。摊开台塑集团的半导体版图，你会发现它其实站在一个高度垂直整合的生态系正核心。上有台盛高来确保高品质的矽晶圆供应，下有呢又有福茂科这家专门做后段封测的重兵器在火力支援，这就是他们能把产能直接变现的结构性优势了。你看这4大营运部门的切分，制造部门死守泰山区 Fab 5A 新厂重镇，研发部门则是拼了命在死磕10奈米级的自主制程跟先进封装，把制造跟研发绑得这么紧，良率爬坡的速度绝对是直接拉满。而海外销售跟投资部门就是负责把这些硬核技术给变现。而且说真的，现在研发部门扛的压力可不小哦，他们不只要搞定 1B 1C 的制程微缩，还要弄出这种晶圆对晶圆的超硬核封装技术，这根本就是提早在帮未来几年的边缘 AI 战场狂囤弹药啊。没错，但如果我们从宏观数据来看，其实透露了一个很关键的地缘依赖。你看，亚太地区包含香港跟中国在内，占了他们总营收超过56%，其中中国市场更是长期稳定维持在20%上下。这点就很有意思喽。现在全球地缘政治这么紧绷，这20%的中国营收不仅没有变成他们的致命伤，反而还透过高达80%的长约覆盖率，把全球各区域的订单牢牢锁死。这完全证明了一件事，他们宏观的财务稳定性其实是建立在非常精准且强大的合约谈判能力上的。接着我们马上进入第2章，主力产品线与自主制程演进，来看看产线上究竟都在跑些什么好料哦。既然订单都锁住了，那卖的到底是什么？看看这个最新的营收结构，传统型的 DDR4 依然是目前撑起现金流的绝对主力，占比超过70%。但最让人眼睛一亮的是，用在 AI 基础设施的战略型产品，营收占比居然已经悄悄突破20% 了。千万别小看那70% 的 DDR4 哦。现在全球记忆体大厂都在发疯式的转做 HBM， 反而把 DDR4 的产能给挤压出了严重的供给缺口。南亚科等于是踩在一个绝佳的时机点上，用成熟制程狂吃这个缺货红利。同时呢，那20% 的 AI 产品才是推动他们未来长线估值重新爆发的真正底牌哦。来，我们直接看这张制程蓝图。EB 世代现在已经是当家主力，包办了出货量的40%，但真正的重头戏在后面呢。EC 也就是对标国际大厂 EZ 节点的制程，今年底就要完成验证了。更恐怖的是 ED， 这可是直接对标 E-alpha 节点的技术，预计2028年就要在泰山新厂达到成熟应用。这推进节奏真的是踩得有够直。重点是 ED 制程最狂的地方在于，它的单颗晶粒速度居然直接飙到了7200 Mbps。这可是在非必须使用 EUV 的前提下硬拼出来的成绩耶！他们利用 DUV 浸润式设备搭配4重曝光技术，硬生生绕过了那道贵死人的 EUV 设备高墙。说真的，这对制程工程师来说，完全就是把物理极限给榨干到了极致啊！工程师在那边狂炸物理极限，但如果从财务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套 BUV 4重曝光战略其实非常精准地创造出了一波史无前例的折旧真空红利。你看哦，因为他们刻意避开了现在就大规模去买 EUV。所以旧厂的设备几乎都已经折旧完毕了，2026年的折旧费用甚至还会年减10%，而新厂那边庞大的折旧压力又要等到2027年才会真正显现。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完美的获利真空期，就是把单季毛利率狂推到79.5%的核心秘密武器。好了，赚到了这波折旧红利之后呢，第3章我们来看看先进产能扩建与台湾的先进封装布局。
赚到满手的现金后，南亚科毫不犹豫地把资源全砸进实体产能扩张。泰山的 Fab 5A 新厂简直就是跨入次世代封装的终极实验室。大家看看这张对比图，当韩国三大厂全都挤破头在死磕云端 HBM 这头高功耗的垂直怪兽时，南亚科非常聪明地选择了差异化战场。他们主攻的是边缘 AI 专用的 UTBIO 记忆体，走的是一种扁平精英的路线，透过 WAN， 也就是晶圆对晶圆的直接面贴面键合技术，达到了低电压、低功耗、高散热的绝佳特性，直接卡位 AI、PC 还有车用市场。这等于是找来了台湾的补丁科技跟福茂科联手组成了对抗三大厂的技术防御大联盟啊！要撑起这个大联盟 ，Fab 5A 新厂的进度绝对是重中之重。这可是一笔总额高达4800亿元新台币的长期大布局哦，时间轴卡得非常死。2026年必须搞定无尘室，2027年第一季设备中基，接着2028年正式量产，并且首次导入 EUV。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必须在2027年折旧海啸来袭之前，确保 UWIO 跟客制化 AI 产品能顺利接棒，用高单价来完美抵消掉庞大的折旧压力。听完南亚科是怎么联手大联盟用扁平精英 UWIO 杀出一条先进封装的血路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这家公司最疯狂底盘，单季 79.5% 的史诗级毛利率。同时我们还要来做个压力测试，手握1000亿现金的他，究竟能不能扛住南韩800兆韩元的扩厂大海啸？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赚到这波，也不管这份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请先帮我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每次可以搞懂公司深层逻辑的精彩专题。紧接着进入第4章，2026财务巅峰数据与历史最强现金体质。让我们进入最硬核的财务数据检视时间。大家看看这张放大的第二季财报，这简直是把周期性的产能排挤红利给极大化到了顶点。营业净利608亿，税后净利更高达501.9亿元。但里面的魔鬼细节在于，他们的位元出货量其实是持平的哦。也就是说，这波史诗级的获利大爆发，完完全全是由平均售价，也就是 ASP 单季季增60%，年增超过500%给硬生生推上去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精准踩中 DDR4 缺货潮的超强破坏力。从去年的-20.6%一口气垂直喷发到79.5%，天哪，这个数字真的太暴力了！这完全证明了一件事，只要你的技术没有掉队，能把旧制程的良率逼到极限，再加上前面分析的折旧真空优势，就能在景气循环的上升段创造出这种近乎印钞机等级的变态利润率。而且这台印钞机还帮他们囤出了历史新高的1984亿元净现金部位，这不仅确保了2026年上修到520亿元的资本支出资金绝对无虞，更关键的是，在面对未来4800亿总投资的巨大挑战时，他们拥有了极大的财务弹性，根本不需要急着对外融资而去稀释掉股东的权益。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强韧、防御力点满的资产负债表。第5章，私募案战略绑定与地缘政治自救机制。这部分真的非常精彩。要知道，光有现金是不够的，在现在这个美国、韩国甚至中国都在疯狂对半导体进行国家级补贴，而且台湾产创条例又高度向台积电这类逻辑产业倾斜的险恶环境下，南亚科给出的最佳解答就是自己盖一个跨国的民间防空洞。透过今年4月的那场私募案，他们一口气引进了SanDisk、Kioxia、Solidum 还有 Cisco 这4大巨头，注资787.2亿元，拿下10.19% 的股权，并且直接锁码3年。这可不单单只是拿钱而已哦，这是直接把国际大厂的实体利益跟南亚科的存亡深度绑定在一起，形同拿到了一张排他性的免死金牌啊！没错，而且这787亿的背后，全都紧紧连接着长期供应合约，也就是 LTA。这招真的是绝了，等于是说 Fab 5A 现在连厂房都还在盖，但里面未来的 10T 制程产能跟 USIO 记忆体早就已经被这4大巨头给预定一空了。到了2027年，折旧压力最大，产能还在爬坡的最痛期，这些长约就是他们最安稳的保底去化保险单。好，来到最后的第6章，预期展望、实际检视与策略压力测试。策略听起来很完美，但经营团队的执行力到底跟不跟得上？我们必须用真实的数据对南亚科进行一场严格的压力测试。大家看一下这张核对表，非常清楚，不管是最早承诺2025年 Q3 的转亏为盈，今年上半年的获利数字，还是 AI 营收突破20%的目标，管理阶层不仅全部达标，甚至还大幅超前进度。至于520亿的资本支出，他们也展现了极强的财务纪律，采取依工程验收进度分期拨付的方式，非常有效地平滑了现金流。这再证明了他们这套策略的自洽性跟执行力真的是高得吓人。再回头看一次这惊人的501.9亿单季净利，
大家要知道，这绝对不只是一次性的报价红利而已，它背后真正支撑的是靠着70%旧制从稳稳赚进来的现金，然后疯狂输血给 A4C、A4E 的研发，以及2028年 EUV 的超前布局，同时还搭配了高达5亿度绿电的 ESG 规划。这完全就是一套非常完整、正在往高附加值转型，并且将会大力推动长期估值重估的铁证。所以，面对南韩政府联手三星与 SK 海力士，直接砸下800兆韩元的疯狂扩产计划，2027年全球记忆体市场势必会面临产能过剩的巨大阴影。但是，南亚科选择聪明的避开 HBM 的红海厮杀，转而强攻边缘 AI 的 UWIO， 再搭配1984亿元的现金防御盾，以及4大巨头的长约保底。这套差异化的终极求生战略，究竟能不能让他们在这场即将到来的 DRAM 大海啸中屹立不摇呢？这个问题就留给时间与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来给我们解答了。